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这个影片呢，安格斯想要跟大家稍微来谈一下兰花在需要冬眠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操作，或者是怎么样不操作啊？那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天鹅兰它的这一个冬眠的一个照顾方式，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影片也加在这个今天的影片当中，让大家方便能够直接观赏。那我们就先看一下那个当时的影片因为呢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今天这影片呢可以不用再重复的。然后这个影片的后半部呢，要给大家更新一下目前我的这几颗天鹅兰，以及有一些需要冬眠的石斛兰，它们目前的一个落叶的状况，以及我对它们的养护是如何的。时候还是有绿色的叶子的，现在正在掉叶子，因为它们即将进入休眠期。今天我这边的天气蛮凉的，而且早一点的时候还有下雨。但呢，我还是把我的窗户打开了，因为我要让他们接触到一些冷的空气，好让他们呢已经知道有明显的季节变化。那我这边指的他们是我所有在这个架子上的兰花，这个是在我的一个室内阳台里面。那我一般呢都会将我的温度设定在25到27度左右，但一旦冷锋面有来的时候呢，我会让他们能够感应到早晚的温差，所以我才会把就是窗户打开这样有助于一些兰花开始在冬天的时候抽花梗，然后春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能够开花，特别是蝴蝶兰的部分。但这个影片呢，其实是关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4颗近期才添购的天鹅兰兰花。我就统称天鹅兰啦，因为它们这些其实都是在 Cataseinae 的这个族群兰花族群里面，但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些叫做 Catasetum，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但统称我比较就为了方便，我就把它们叫做天鹅兰。那因为它们现在正在掉叶子，这个对这种兰花来说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不过它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掉完叶子，等到它们叶子全部都掉光的时候呢，它们就已经正式的在冬眠了。它们在冬眠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千万不要浇水。因为它们肥肥的球茎里面呢，其实已经储存了很多的养分跟水分，能够让它们度过这个冬眠期。然后甚至呢，就是如果已经有抽花芽的它们肥肥的球茎里面有足够的养分，能够支持到那个花苞成熟到开花。那这个时候，如果完全已经冬眠的这种兰花天鹅兰呢，是不应该浇水的，因为水分不会被吸收，而且如果你给它水的话，这个时候会因为水分过多而造成这些球茎的腐烂，而失去整株兰花。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就有养一些这种兰花，他跟我一样都是业余的兰花爱好者。那他曾经就因为不知道这种兰花会冬眠而掉叶子，就以为这些兰花都已经死掉，所以就把这些兰花都丢掉，很可惜，对不对？不过呢，我想如果我没有对这种兰花先做过一些认识的话，我看到叶子一片一片的接着黄掉，我觉得我应该也会觉得这些兰花可能也被我养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笑的故事，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这些同学爱好兰花的朋友们，如果你要养兰花的话，其实要稍微对他们有一些了解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那这4颗兰花中呢，有1颗已经来花梗了，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颗。来的时候呢，有2个花苞，那时候都带有微微的淡绿色，但现在呢，就只有1个花苞逐渐在长大中。那另外一个小一点的花苞已经变黄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在这一棵兰花上面看到一朵小花。这个是在本身在我购买的这个兰园的时候就已经长出来的花梗。好，所以我英文通常都会说，I cannot take credit for this， 就是说我不能跟你宣称说这个是我养出来的兰花，因为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的这些天鹅兰属的兰花，以及一些石斛兰它们在冬天落叶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它们冬天我对它们的一些养护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那你这边可以看到，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呢，这个天鹅兰呢开始叶子就渐渐的黄，然后它其实黄的速度大概3-4天吧，一片叶子就会全部黄掉，速度是挺快的，因为它自己那个时间一到，它自己知道它就是该落叶了。那我现在目前这边天鹅兰你看到的是3颗，然后当时呢，其实我那个时候给它的一个养护方式，基本上已经是水分减少，而且几乎不浇水了。我顶多呢，如果我发现我这边的湿度真的非常低的话，我可能会用就是我的 sprayer 稍微喷一点水在它的这个周围。那2019年的1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些花就已经都落叶完毕，但是到了2019年的2月中旬我发现它们已经开始从它的底部长出新的小芽出来。这样的程度还不是能够浇水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影片是关于冬眠，所以我们到时候再做新的影片来讨论一下，要如何帮助这些兰花走出冬眠期。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我的石斛兰。这个在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是这样子，但其实如果你往回推到5月的时候它其实是从小苗长大的。这个本来是一个放弃的一个实验品，但是它还是自己长出了小苗然后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落叶，所以我觉得它还有救，所以我们姑且试试看。好，那接下来的影片部分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石斛兰它们落叶的过程。那基本上呢，这些需要冬眠的兰花，它们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会掉叶子，有些会全部掉光，有些会留一些在，但基本上它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叶子会变黄掉落。好，那如果你是新手，你可能很容易会误认为这些兰花是被你养死了，不是，它们只是在冬眠，它们是需要英文叫做 winter rest， 它们只是需要休息。在休息的时候，因为没有叶子，它们不会做很多的光合作用，不会蒸发掉很多的水分，所以那因为石斛兰呢，它们又有球茎，所以比较保水，所以它们在冬天休眠的时候是不需要很多水分的。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当石斛兰或者是天鹅兰这种需要冬眠的兰花开始渐渐的进入冬眠期的时候，你给水浇水的次数还有水量都要递减，一直递减到比如说我这边一直到12月中旬，基本上从11月比如说开始递减到12月中旬，我基本上我就停止浇水，一直要等到隔年春天，当你看到像刚刚天鹅兰底部开始长出小苗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开始斟酌的稍微一点点水，然后逐渐递增。我在这冬眠期的时候呢，了不起最多的就是1个月可能就是喷一次水让它稍微湿一点，因为在他们的环境还是偶尔冬季干季的时候会下雨嘛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只有等到它重新开始积极生长的时候呢，才能够逐渐的将水量提增。那再回到天鹅兰，当它的小苗长到它叶子开始往两边开始展开的时候，然后它的根系至少有3条根，大概都是3公分以上的时候呢，
才可以开始浇水。那个是很多这边西方兰友他们种植天鹅兰开始浇水的一个经验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